嗨，大家好。自从003福建舰去年6月17日下水以来，似乎在军迷圈沉寂了一段时间。也的确，从多张飞机上乘客拍到的003画面来看，它就那么静静地停在江南造船厂东侧的港池内。最新的图片显示，上面的3条弹射器工棚也一直没有删除。这也就证明了，在此前国庆期间流出的那张网传第3条弹射器已经移除的图片的确是假的。当时已经通过弹射器距离甲板边缘不到4米的距离，以及线条并不平直等多种迹象，判断此图是 P 的。现在的结果也基本印证了当时的分析。所以003的3个弹射器工棚还都没有拆除，当前福建舰仍然处于技博实验的阶段。不过里面进展究竟如何，光靠航拍图可就难以看到了。不过新年刚过，央视就把003内部的真实情况展示在了广大军迷和观众面前。透过央视的画面，我们看到福建舰内部的设备安装，甚至全舰配电设备舱以及里面的配电设备总图都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这在此前辽宁舰和山东舰进行技博实验时都是不曾有过的。而更令军迷意外的是，未来福建舰的副舰长也首次曝光，他的名字叫做钱树民。经过查证，这位钱树民副舰长此前也在央视露面过，不过当时他还不是舰长，而是艇长。没错，钱副舰长曾经担任过长征16号核潜艇的艇长，而长征16号这是隶属于北海舰队的093A 型攻击核潜艇，舷号419。核潜艇的艇长变为舰长，很多人因此而推估，这是不是意味着003福建舰也是核动力，或者是在为未来的核动力航母培养人才呢？个人认为这种推测实在略显勉强。首先，003是不是核动力？这在我之前多期视频已经反复论证过了。003仍然将采用跟001和002一样的常规动力，而非核动力，也不是很多网友所猜测的所谓核常混合动力。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此前的这期视频。至于是在为未来的核动力航母储备人才，也有点勉强。按照海军未来航母的建造规划，中国的首艘核动力航母将从第5艘开始，这也就意味着舷号将为20。至于为什么要跳过舷号19，这个我稍后解释。换句话说，按照现在中国建造航母的周期，再加上又是首次打造核动力航母这种新鲜装备，第5艘航母大致的服役时间将会是在2030年的中期左右了。那么现在就开始储备人才，10几年的时间也确实长了那么一点点。因此个人认为，把核潜艇的艇长调上航母，绝不可能单纯只是为了10几年后的核动力航母储备人才那么简单。我们参考一下美国核潜艇指挥官的服役生涯，绝大多数都会有在航母或者航母战斗群中担任水下指挥官等相关职务的经验。水下指挥官是专门负责与航母战斗群中的攻击核潜艇和反潜兵种协同作战，这样做的目的也非常简单，攻击性核潜艇的目标正是对方的航母和航母战斗群，让一位有丰富潜艇指挥经验的艇长担任航母战斗群的反潜指挥官，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因此将钱树民艇长调任003的副舰长，想必正是看重其丰富的核潜艇作战经验，并可以在未来担任福建舰航母战斗群水下反潜作战的指挥官。当然，航母的主要战斗力体现还是上面的舰载机，所以航母的舰长通常是要熟悉并能指挥舰载机起降和作战，再服役一位潜艇或者反潜驱护舰出身的副舰长来指挥水下作战。而这个副舰长可以像钱树民一样出身自潜艇部队，也可以像辽宁舰的副舰长陆强强那样出身自护卫舰的舰长，这就是航母的基本配备。这里要注意的是，航母的舰长和航母编队的总指挥可是两码事。航母战斗群的指挥官通常为少将军衔，而航母的舰长和副舰长大校就够了。而航母战斗群的指挥所也不一定就在航母上。按照未来我国一艘航母配备2艘05万吨大驱来看，大概率会选择其中一艘作为指挥舰。至于未来福建舰的舰长，甚至福建舰航母编队的总指挥会花落谁家，等有了进一步的消息，我们再来做分析吧。接下来003的服役时间，此次采访钱树民副舰长时还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2023年福建舰一定全面抓好以实验试航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这里有2个重点，一个是2023年福建舰将开始进入航母服役前最重要的试航阶段。按照此前辽宁舰和山东舰的服役进度，辽宁舰2010年3月进入西庄码头，2011年8月首次试航，1年之后的2012年9月正式服役，总耗时2年6个月的时间。而002山东舰2017年4月完成下水
2018年5月即开始试航，2019年12月在三亚海军基地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总耗时2年7个月的时间。因此，从此前2艘航母的服役历程来看，自下水开始都是1年1个台阶稳步进行着。所以，按照此前的经验，003福建舰2022年6月17日下水，那么2023年完成首次试航还是非常有可能实现的。考虑到我国第一次在航母上使用电磁弹射技术，势必会有一些额外的调试时间，所以2024年服役还是过于乐观了一些。因此预估2025年最晚2026年003服役的可能性非常大。至于前副舰长提到的建军100年，也就是2027年，应该指的是福建舰初步实现战斗力的时间。按照之前的预估，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稳妥的。相对于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电磁弹射的航母来看，美国的福特号就是步子迈得太快，有些操之过急了。福特号航母2017年4月下水，仅仅3个月后就匆匆交给美国海军宣告服役，真可谓神速。不过到目前为止，问题依旧不断，距离其全面形成战斗力，不知还要等待多长的时间。003要在2027年形成战斗力，为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它上面的舰载机自然也要按时到位。而我国为福建舰航母量身打造的4款全新舰载机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最受瞩目的莫过于世界上第2款隐身5代舰载机歼35了。本频道已经通过多期视频对其进行了跟踪报道。舰载机训练基地附近的居民也经常能够看到它试飞的画面。接下来的测试将是把空速管移除，安装机头雷达，并与武器系统配合调试，距离其服役也越来越近了。其次，歼 15T， 这是在辽宁舰和山东舰上所使用的歼15舰载机的基础上改进的弹射型，专门用于福建舰，因此叫做歼 15T。 这款机型本频道也做过分析，由于它并不是一款全新机型，而且我军在歼15身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使用经验，因此歼 15T 的按时交付应该不是问题。紧接着空警600，这个我也出过视频专门介绍。空警600的作用不言而喻，它可以取代在辽宁舰和山东舰上勉强使用的预警直升机。空警600的登舰犹如给航母战斗群架上了一个高倍望远镜，将极大提升航母编队的战斗效能。最新消息是在去年底时已被军迷拍到了3机同框结伴飞行的画面，看起来空警600也在全力追赶003的服役进度。最后就是海直20，本频道也出过视频介绍，这款对标美军 SH-60 海鹰反潜直升机的机型是由陆基版的直20改进而来，并同时成为076两栖攻击舰的主力舰载机，在航母上将主要承担反潜的用途。海直20应该是以上几款机型中服役最早的，它还会时不时跟三亚的游客来个近距离接触，所以未来配合003进行海试和训练应该没有任何问题。所以综上所述，几款为003福建舰量身打造的全新机型已经各就各位，未来就是登舰、测试和联合演训了。时间不会太长，让我们一同期待一下吧。最后就是刚才遗留的那个问题，我国的首艘核动力航母为什么会是第5艘？这是因为大连造船厂刚刚曝光了一款模型，这个模型的舷号是20，而从这个模型的舰岛来看，完全取消了此前3艘航母所使用的进气道和烟囱，因此舰岛的面积大幅缩小，这基本符合了现代核动力航母的设计特点，因此舷号20的这艘航母将采用核动力，这一点没有问题了。当然，如果是普通网友自己歪歪出来的，也就并不具备什么可信度。但是这个模型是由大连造船厂提供的图纸，并官方授权打造而来，上面的诸多细节也是首次曝光，因此也就坐实了我国的首艘核动力航母将由大连造船厂进行建造，舷号将为20。而辽宁舰、山东舰和福建舰的舷号分别为16、17和18，因此编号19的航母大概率将是福建舰的姊妹舰，也将由上海的江南造船厂打造，而其动力也将与003保持一致，为常规动力。预估19号舰、20号舰也已经按照此前的规划一南一北开始建造了，等有了进一步消息我们再来做分析吧。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